但我真的很想说，上大学3年，我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瘦，走出家门才知道是我爸我妈做菜太难吃了。我爸只会做凉菜，我妈能把所有菜都炒成一个味儿。我和姐姐之前一直以为是锅的问题，我家陈年老锅有点过于补铁了，甚至菜吃到嘴里你都能吃到一种粉感。我爸说喝汤不要剩最后一口，最后一口是福根儿，但其实最后一口都有不明的黑色颗粒物。后来我和姐姐做主换了一口锅，我妈做菜还是那个味儿，我们就怀疑是电器的问题，因为我家用电磁炉炒饭，肯定没有火的香，又安了煤气灶，结果呢也不是煤气的问题，还是那个味儿，所有的菜都有那个味儿，可能这就是妈妈的味道吧。我妈妈这么多年做饭一直很辛苦，我们都知道，所以没上大学的时候也不挑食儿，还觉得她做的也行。上大学之后，我还想过是不是妈妈只会做家常菜，于是还在小红书给她找了一个什么什么蛋花汤，我妈看了一眼就说会了。我说你确定吗？我妈把我扒拉到一边说你别打嗨，这个汤出锅之后我该怎么形容呢？你们见过鸡蛋呈矩形还有厚度、黄白分明的蛋花汤吗？我盛了一碗，实在喝不了太多。我妈说：“你不让我做吗？做个你又不喝。”喝到最后，果然又看到了那熟悉的黑色小颗粒。我确认那个什么什么蛋花汤的食谱里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调料。我后来觉得我不能为难我妈，于是我要自己学做菜。我在小红书上找了一个什么那些打工人什么有手就会这样的标签的菜，结果我的油好像没有热，但是我以为它热了。括弧生油其实挺难喝的。我上次喝生油还是10岁，我奶奶说喝2勺生油能治好我的阑尾炎。后来我再也不敢说我肚子疼了，我奶奶说她给我治好了。你奶奶这治的是阑尾炎吗？给你治服了吧？这是给你治好了吗？这治的是嘴啊！后来我再也不敢说我肚子疼了。我奶奶说她给我治好了，这不制服了吗？当场拿下呀，当场制服了，还疼吗？再疼还喝油。我还以为我这辈子再也不会喝到生油了，结果我还是在我的手下喝到了。还有人家的虾滑成球体握在豆腐上，我的虾滑做完都沉底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而且还有白色的部分，我真不知道它为什么没有完全熟。人家的鸡蛋金灿灿的，我的鸡蛋就像一个破棉絮一样盖在豆腐上，太挫败了。我姐看完我发的成果图片，说我还挺闲，想起来给猪做饭了。你姐说话一直这么难听吗？那家里不都亲人吗？那除了爸爸就是妈妈的，这么说话合适吗？我这做完的图片发在那个博主的评论区，我觉得人家都得拉黑我。我现在能体会到我妈妈的不容易，我们没有天赋点儿，但是吃我妈做的饭，我还是好好的长大了。我妈起码能做熟吧。姐妹们，我的故事经验教训就是，很多年都少吃，确实就会瘦很多年。最后谢谢蛋总，希望直播间的朋友们都好好吃饭。顶遗传呐！真是遗传啊，是不是？这不对，应该还是家里的这个哪儿没对，可能是老用的一种油啊，还是一种某一些调料什么。你要老觉得有股不对的，这就是家里有什么东西不对。你这样，你下次呢，你们找一个别处，别人家亲戚家啊，然后你拿着你的这个小红书这个教程，你再去做一次。你做点简单的，你这一上来做菜，做个什么菜？又是虾仁，又是鸡蛋，又是啥的？你别一刚学，你这起点这么高干什么？啊？你把那个西红柿炒鸡蛋，你先给它炒明白了，是不是？你别一上来整这么难的菜，你整点家常菜，你先试试。我不是吓唬你啊，姐妹儿，这可能不只是一个
难吃的问题。大家如果老觉得自己吃东西有一种什么怪味儿或者怎么样，就家里的饭跟别处味儿不一样。真的，我是认真的，你们真的出去，那个去别人家什么做一次，你再感受一下，是真的自己手笨吗？你试一下，如果发现就是不一样，那你家里肯定是有一个东西不对，你得调啊。这常年吃这种东西有危险的啊。真的有危险的，有可能是水里有一个什么东西啊，油啊什么的，真的是会有危险的。这个我这不是吓唬你，你真的是那个什么的，去那个比对一下。对，反正都试试。但，我要跟你分享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今年过年，我看到了理想中的爱情。我三伯父和三伯母，我三伯母小三伯父11岁，他俩的爱情真的是很种田文，但是真的很浪漫。我三伯父33岁的时候依然一事无成，吃喝赌很精通。当然，他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大学生，是一个废掉的文青。21岁的三伯母来我们村看他姑姑，给姑姑拜年，一抬头看到我那正在剃胡子的三伯父，一见钟情。这玩意儿能一见钟情？我这胡子还是剃少。他是个典型的恋爱脑，就见了这一面，死活要跟我三伯父。他家里人也不同意，年龄差很大。虽然吧是个大学生，但是已经作废了，名声也不好。他家里人把他关在家里不让出门，我三伯父去找他，他俩偷偷跑出来准备私奔。这大学生真害人呐，这门劲儿。总之，在一切的反抗与成全之下，他们还是在一起了。你以为浪漫开始了吗？我没以为呀，读到目前都挺吓人的，没有浪漫的。我看看啊，没有。我三伯父结婚之后依然赌博，甚至会因为打牌赌博和我三伯母吵架动手。我不知道是什么契机之下，也许是我的堂弟出生，也许是年纪大赌不动了，不知道。总之，我三伯父摇身一变，现在已然成为了一个小煤矿的煤老板了。他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的堂弟，也读研一了。大年初一，我们回家祭祖，我三伯父主持大局，我和三伯母及我堂弟坐一块儿。我堂弟跟我炫耀他的衣服是他从高中就开始谈的女朋友送给他的，我被逆到了。三伯父指挥着我们，说着敬酒的词，我三伯母望向他的眼睛里全是爱慕和欣赏。对，我看哭了，一边指挥你们，一边又剃胡子了吧？啊，看着他的眼神里全是爱慕和欣赏，又剃胡子了吧？他们还有很多细节，例如他们会经常住在乡下，他们说那里有当初的感觉。他们会一起看日出日落，会在饭后去河边散步，看蜻蜓点水。他说无论去哪里旅游，他最喜欢的还是坐在河边和我三伯父一起看日出日落的倒影。他说那是一生最好的时光。完全懂他为什么会喜欢你三伯父啊，是吧？文青俺的文青啊，对不对？她是一个40多岁还看言情小说、看韩剧、看古偶的少女，她活成了包括我妈妈在内的所有知道的女性里面最幸福的女人。也许不是最富裕，但一定是最幸福的。
是我等会儿再问你。不是啊，这怎么突然就最幸福啊？刚还因为赌博吵动手呢，这怎么回事？他一定是最幸福的，即便他什么都不会。我三伯父在任何人面前都会说我老婆很好，很贤惠，我命好。他们的故事很长，他们很多细节都很甜很美好，你倒是说点呀。他们的爱也有被传承的很好。啥呀？你堂弟高中女朋友给他买衣服是吗？爱的传承。如果没有遇见过爱情，如果没有见到过爱情，倒也还好，随便找个人结婚，只要对方能过得下去，也就能忍了。可是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奇怪，偏偏让你看见了，让你相信了，见到过美好的东西的人，怎么可以忍受不美好呢？为什么一定要喜欢呢？说什么呢？因为我想，当我们垂垂老矣的时候，我们看到彼此的眼里依然有欣赏、赞美、幸福，所以我不会屈服的。你要干什么？你要干啥？如果父母是觉得我无法负担自己的生活，而让我找个人来一起增强人生的抗风险能力，那我要做的是增强自己的抗风险能力，并不是找一个人我要成为自己的铠甲。这跟你的三伯父和三伯母有什么关系啊？你怎么铠甲了呀？如果父母是希望我安稳幸福，那和不喜欢的人在一起，我估计他会被我折腾的不安稳，就不要祸害人家了。这跟你前面的那个一些铺垫究竟有什么关系？虽然感情这条路上遭受过很多打击，但我依然坚信，我需要的是一个可靠的战友，一个值得信赖的终身伴侣，一个娶了我像打了胜仗的伙伴。放心，我会成为那个值得的人，对的人一定会出现。但，哎呀，为什啊？什么？啊？这是什么？前面是什么？这是什么？你究竟在燃什么？你在热血什么，姐妹？你究竟干什么了？你最后这一段，你嗨什么呢？你怎么嗨起来了？但是我依然坚信，我一堆的人一定会出现。为什么？为什么？你在嗨什么呀？我好难懂呀。不是，这是在嗨什么？你行吗？好的，你是跳过了好多细节啊。啊，整个这个故事里浪漫的成分，哪有那个煤矿重要啊？姐妹儿，你这么热情，这么一腔火的人，血里都烫的人，像是一个自己就会发光发热、自然的人，这么燃的人，你没有注意到吗？你三伯父和三伯母最重要的是那个煤矿，是夕阳吗？是蜻蜓点水吗？是两个人坐在河边吗？是那个煤矿。怎么你就嗨起来了？你说的都不是重点。一起看日出日落，看河里的倒影，看言情小说，看韩剧，看古偶，看着他眼睛里都是浪漫，都是羡慕，爱情也被传承。矿怎么从一个赌博成性，还跟自己老婆吵架动手的男人，这矿是哪来的呀？这姐们儿感动了。
最后嗨了。你这倒是没错啊，这个我也是，你的这个说的也对，一定会遇到的。但是你三伯父和三伯母这种美好的爱情，到底是因为什么呀？这怎么跨过来的呀？这个是值得学习一下了。哎，吃塑料饼干吧。对吧？你说这女孩这种什么对美好爱情的向往、憧憬 ，OK 的，对的，好的。你三伯父和三伯母这玩意儿，跟你后边那个抒情，它对得上吗？到底是怎么美好起来的？为什么美好啊？看着怪吓人的。咱们说的阴暗一点，我灰暗一点，有没有可能没有那个矿早离了？姐们儿，你再梳理梳理。你追求爱情肯定是对的，你这个举这个例子跟你这个追求的爱情，我感觉你是先想好了，最后要怎么抒发你的这种燃起来这种感觉，前面随便找个例子呢，怎么是？但我和男朋友是同一个老家的，目前异地，我在上海，他在老家。之前我们交往3个月后分手，没有悄悄复合。之所以悄悄呢，是因为我妈极端反对这段关系啊。为什么？她觉得我男朋友的学历和家世在上海很难立足，他也没来呀、人家知道很难立足，人家没往这走啊。赚钱能力也不行，和他在一起我会过苦日子。我目前年收入可观，经济独立，而他如果来上海，收入大概率会比我低。今年元旦，我向我妈妈坦白了复合的事儿，她反应非常的激烈，甚至联系上了男朋友的父母，暗示看不起他家的条件，还直接定义我们的未来就是女强男弱。对方父母也有自尊，也表示不同意我们在一起。我妈逼我打电话和男朋友分手，还发疯一样大喊大叫，说了很多极端的话，比如说如果结婚那天就是忌日之类的，我真的很崩溃。最后和男朋友商量假分手。我作为当事人来看，男朋友人品过关，三观也和我差不多，虽然平常也有碰撞，但我们俩还是可以做到有效沟通。在情绪价值方面，男朋友从未忽视或敷衍我，也很尊重女性。我们在育儿方面也有聊过，大方面达成一致。还有一件事比较打动我，我因为出国留学有很多负债，跟他坦白之后，他说他会赚钱供我们平常的生活，我的收入还负债就行了，结余的钱呢就攒下来存着。我男朋友作为当事人，始终认为父母的声音建议他会打开倾听的通道，但决策权永远在自己手里。
也就是说，他父母怎么不同意，他也会坚持自己的选择。在我妈很看重的收入和家世方面，男朋友也不是软饭男，他很有上进心。他曾经在北京打拼到小中层，也能证实这一点。我相信他会对以后我们有更好的生活去努力。因此，我觉得暂时的较低收入不是问题。你说了这么半天，一直都这么长啊，还在这想你男朋友有没有问题啊？行，好，漂亮。而且也不会低到夸张需要我养家那种。好的。家世方面，他父母确实不是高知，你父母是，你爸不知道，你妈感觉蛮高的。他也不是高收入家庭，目前看不需要我们补贴救济。他爸爸也通过自己的努力做到了一个小领导，我觉得这都是证明一个积极向上的家庭的信号。咋的？通过你的面试了？他们全家努力了这么多年，几十年，他爸努力做一个小领导，他努力在北京做个小中层，终于通过你的面试了。我觉得这都是证明一个积极向上的家庭的信号。哎呦，没给他们鼓鼓掌啊？给他们打一个80分，哟，写一个啊，没夸夸他们。他也经常说会像他爸爸一样为家庭努力，但我实在不理解我妈如此坚决极端的反对，其实给我带来了很多心理阴影，因为她的发疯和过激言论，事后就一口咬定和他就是过苦日子，他家人也不同意我和他在一起。我为什么热脸贴冷屁股？你有没有想过他们家人是想救一下他们自己的儿子呢？屁股虽冷，但是安全。脸挺热，但是危险。顺便说，我之前谈的前任都是较高收入的人。行，你不说我还真不知道呢。但是一个是妈宝男，沉迷游戏；一个对我有各种的要求，会嫌我身材不好，对我 PUA。现状是我们又转回到地下了，男朋友在积极找上海的工作机会，我们可能很快又会浮出水面，但之后的狂风暴雨，我不知道要如何明智的面对。散了吧，好不好？分了吧，行不行？我做主了，你们这个婚事赶紧散吧。还有1分钟发券，老哥听了，喝口水。哎，这节目我都不知道咋劝，姐妹儿，你自己呢？这封信你自己再看一遍，你看一看，你看待这个男方家庭的视角，是不是已经深深的受你母亲的影响？而你母亲是一个诅咒你去死的人，姐妹儿，你觉得这样对吗？如果你爱这个男人，你想跟他在一起，小虫子，然后你妈说你俩结婚就咒你死，这肯定不对吧？你应该觉得这是不对的，对吧？你要觉得对，你也不会给我写信了，你肯定觉得这是不对的嘛，对吧？那大部分人也觉得不对嘛，自己的亲生女儿遇上一个喜欢的男人，结婚说你结婚那天就是你的忌日，好了，这是不对的。但是你妈妈怎么看待这个男孩？这个男孩的家里的爸爸妈妈，结果你也是这么看待的，你觉得这对吗？
摆脱一个人的控制，最后就是要摆脱那种思考方式。你无论觉得你是在跟他作对，还是在顺着，你要以他的思考方式为你思考的原点起点，你最后就变成一面他的镜子。你哪怕最终貌似跟他闹掰了，你还是在他的控制之下。我建议你，如果真的觉得这就是你的爱情的话，你就忘掉那些钱、算计、条件，忘掉你以前谈过什么几个高收入的男朋友，跟现在这男的有什么关系啊？有什么关系啊？啊，你以前跟大恐龙在一起过，跟你现在要追求一个这个男孩的爱情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啊，你把他忘了，你就想想这段恋爱是不是爱情？你们是不是要在一起？你啊？收入低，收入高，地上地下，躲谁呢？你妈妈是个很不尊重人的人，她不光诅咒你，她还分手，她打电话给人家男方爸妈说，让你家儿子别缠着我女儿，瞧不上你们家。然后你呢，一封信，你跟你妈妈有什么区别呢？你只是没打这个电话，你还有点礼貌，但你也是在评判啊，你觉得他爸他妈，他爸还行吧，小领导，他吧也挺上进，这能好？他爸他妈能祝福这段感情？疯了吧？这不疯了吗？是不是，姐妹儿？这段感情呢，我也不知道最后会不会好，谁也不知道。但我建议你啊，你就是回去，我也没有骂你啊，就稍微说的那个稍微语气重一点，我希望你能听懂。我觉得你还有救，是吧？你回去自己好好的仔仔细细看一下你给我写这封信，你看看你是不是有点像你妈？你害怕不害怕？你想变成那样吗？对不对？你跟这个男的最后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但是你是不是得从这种恶性循环里逃出来呀？这以后能好？真绝了，我看傻了。还是，但我实在不理解我妈如此坚决极端的反对，其实给我带来了很多心理阴影。对啊，你心里有阴影，你给它照亮呀，你自己给它照亮呀，把这个阴影给它驱散呐。他有阴影，你怎么也阴影上了呢？嗯，加油啊，姐们儿！这种痛苦的遗传是可以从此时此刻本人开始改变的。但没想到电视里离谱的剧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和前男友在一起7年，加拿大刚上学的时候认识的，当时觉得都是老乡，背景也比较匹配，就一直维持着校园恋爱。
快毕业的时候想结婚，因为想结婚有身份的问题。我的前任呢表示他会解决身份问题，给我办担保。到了办给证件的时候，他被移民局发现隐藏之前有遣返记录，被加拿大移民官当场下个遣返通知，5年不得入境。这件事他一直在隐瞒，当时感觉晴天霹雳，但因为年少情深，我承诺了，为了我们的未来帮他搞定身份的问题。之后就是长达2年的异国恋，第1年还比较正常，每天打打视频聊聊天，聊聊家长里短。第2年就不太对劲了，社交账号上慢慢的发现都没有了我的痕迹，吵过也闹过，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他一直在做各种各样的投资，而我对他的经济状况完全不知情。直到我今年拿到身份准备回国，前任定了去马尔代夫的旅行，以为一切都要水到渠成苦尽甘来。这时一个小号找到了我，说前任已经劈腿和另外一个女生在一起1年了。马尔代夫我没有去，机票退掉了，因为临近春节把行程改成了回国探亲。但我们最后还是见到了彼此，他对我还像原来一样，但我隐隐的感觉哪里不太对劲。那能对吗？俩人本来定去那玩，然后没去，还隐隐感觉哪里不太对劲。见了他家人，妈，你咋这么爱见人呢？啊，加拿大太寂寞了是吗？还见他的家人，我的天！又回到了谈婚论嫁的话题。没过多久，我和家人一起去游轮旅行，在这期间，这个女生又来私信了我，发给了我前任出轨的证据，还有他们的照片，并且指出马尔代夫的旅行是前任和小4一起去的。我去质问，他不承认。我个人分析应该是小3、小4、小4，气急败坏找到了我。但其实我早已麻木。麻木？你是挺麻木，你还见他家人。7年的感情，我怎么会不知道他的人格底色是什么样？只是时间成本一直让我无法壮士断腕。快！薛老师，快团起来！快！时间成本一直让我无法壮士断腕。天哪！我们价值观不同，他视金钱如命，我爱诗和远方。哎，你可消停了吧！我求你了，你别爱诗和远方了，你看看经济学吧，行不行？啊，你不用诗和远方了，你看看这什么是沉没成本，好不好？啊，别一天诗和远方了。有时总觉得人生是剧本，命早已注定。女人破情关，方能抵万难。现在又成女人破情关方能抵万难了。前段时间不还是相爱抵万难吗？究竟是什么才能抵万难呢？好难呀！只是可惜了这些时间和青春，也庆幸自己能在婚前及时止损。愿我在未来会慢慢幸福，行吗？祝福你吧，祝福你啊！有时候吧，他这个人生吧，其实啊，本来啊没那么难。本来这个人生啊，百难嘛。然后你呢，不知道从哪儿学来了一些人生观，开始用这些人生观观自己的人生。本来这个人生只有百难，看着看着变成千难。啊，再去
实践了一会儿，变万难了。其实不难，本来不难，能有多难？听你这生活质量，你能有多难，姐们儿，是吧？无论是什么出国呀、旅游啊，是吧？看你这消费水平，不难，你的生活应该是不难的。你都不是解决了温饱吧？应该生活水平是相当高的物质水平。然后，这也难，那也难。他视金钱如命，你爱诗和远方7年了，你爱诗和远方，你也不写诗，你也不去远方，你就跟他谈恋爱。然后你说他视金钱如命，你还挺瞧不上他。你写首诗我看看呢。你诗也不整，远方也不去，你就爱他，要跟他去马尔代夫，当时也挺远。这对吗，姐妹儿？啊，7年能写多少诗？去多少远方？完了就要跟他在一起。有时总觉得人生是剧本，命早已注定。读的啥诗啊？平时啊？这是哪首诗教你的？哪个远方这么跟你说的？说就得跟他在一起，无论这个男的多坏，多么视金钱如命，你多瞧不上他，但是你的剧本就是这样哦，必须爱他。已经知道他出轨了，必须见家人，谈婚婚嫁。这有逻辑吗？到底？醒一醒，好不好？清醒一点。清醒一点，好不好？可惜了这些时间和青春。最好别这么想啊，姐妹儿，你以后还会开启新的恋爱的，还要跟别的人在一起的。你老觉得跟谁在一起，必须要拿到一个什么结果？我的婚姻，不是我的青春，我的时间可不能浪费哦。最后必须给他换成点什么，那你这最后你也好不了呀。啊，青春只有在当时叫青春，当时享受就是青春，过后再想起来就是回忆，就不是青春了。有啥可惜的呀？还有11点发券，还有6分钟发券。时间
晕呐，姐们儿，醒醒！醒醒啊！醒醒啊！清醒一点啊！头晕呐！对了 ，smile， 笑起来。你说这女孩吧，你说这碰上坏人，你说你这说她吧也不合适，这不说她吧，感觉这后面这，感觉还得碰上呀。晕晕的，然后在未来会慢慢幸福。你最后这句话说愿我在未来会慢慢幸福，其实当下就可以幸福起来了。你现在想明白了，你现在就可以幸福，立刻马上原地就幸福了，不用等未来。